自从老奶奶的病好了以后，两人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今天自强在剁着香蕉叶，想来是拿来喂猪的。奶奶在一旁为新背篓安装背带，这是专门为自强买的，用来替代以前用蛇皮带缝的带子。背上去试了试，背带的松紧刚刚好。奶奶接手自强未完成的活，自强出发开始了今天的赚钱之路。他来到一户人家的果园中，在和主人谈好后，接过采摘橘子的钳子。他来到菊园中，可以看到这片果园在老板的照料下长势非常不错，青色的果子挂满了枝头。自强将果子剪下放入背篓中，既然是让他自主采摘，那自然是要挑好的大的摘。一个个橘子被他收入背篓，直到再也装不下，他背起背篓，因为装得太满，导致他一弯腰就掉下来几颗。这下好了，想要捡果子就得弯腰，一弯腰就掉，形成了闭环。算了，还是一只手拿一个吧。回到出口，付了钱给大叔，自强背着沉甸甸的背篓离开。回到家中，在奶奶的帮助下卸下货物，两人分别剥了一个吃了起来。虽然有些酸，但在当地一定会很受欢迎。自强拿出摆摊用的塑料布，背起背篓，来到了村子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前，和主人打过招呼。两人合力将摊位摆好。自强去大户家中借了秤，有了秤的加持，立马让小摊位显得专业了一点。没等多久，来买的人就开始围了上来。自强负责称，奶奶在一旁将顾客挑好的袋子打包，只用了短短半个小时，今天的橘子就售卖一空。第二天，两人一早就起来了，收拾好东西就出了门。自强跟随着奶奶的步伐，缓慢地来到一片草地旁，从草丛里牵出了一头羊。这是要做什么呢？原来是昨天羊的主人拜托了奶奶来照看一下，他今天有事出门不在家，牵着羊，他们准备找块草地让他们自己吃草。自强也是没见过这种山羊，趁着这个机会和山羊玩闹了起来。一旁的狗子看了都羡慕了，凑过头来就求摸摸。刚走了没几步，山羊们就瞧上了路边的野草，赖着不肯走了。休息了一会，自强拉着小羊向着目的地走去。翻过山坡，他们来到了一块大草地里，开阔的环境不至于让羊跑丢。旁边是成片的木薯地，正好摘些叶子拿来喂羊。小羊看到有吃的，欢快地蹦了过来。喂饱了羊，自强又和山羊打闹了起来，一人一羊似乎都在比谁的力气更大，最终也是没有分出胜负。自强也是特别喜欢这只带角的小羊，不断地去招惹它。小羊也许是有些不耐烦了，一个冲撞就把自强顶倒在地。自强也是不服气，拽着羊角又角力起来，玩累了就坐在树荫地下吃起了家里带来的食物。小孩子的世界里，有的吃有的玩就是最开心的了。吃饱了饭又有了力气，自强和山羊顶起了牛，看得奶奶哈哈大笑。就这样悠闲地度过了下午。太阳也缓慢地爬下山坡，两人赶着羊想要回到羊主人家中。而这时回去的路上，一个喝醉了酒的男人正在表演他飘逸的步伐，醉醺醺的就坐到了地上。自强看到这一幕，好心的上前询问了起来，看清楚了情况，他想拿走男人手中的酒瓶，告诉他不能再喝了，一把夺走了酒瓶扔在了地上。因为老奶奶的儿子就是个烂酒鬼，上次的遭遇让他记忆犹新，他最恨别人喝得烂醉如泥了。男人已经失去理智，爬着捡回了酒瓶。奶奶认得这个男人就是边上房子这户人家的人。两人扶着脚底打飘的醉汉回到家中，给他喂了点水，摇摇晃晃地扶着他躺到了床上，眼见着没什么事了。自强和奶奶给他关上门，继续拉着山羊赶往羊主人家。拴好羊，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在旁人眼里平淡的生活，这不正是自强以前渴望的家的感觉吗？这个孩子实在是太能干了，一有空就帮着家里干农活。回去的路上捡到一窝小奶狗，还给了前来寻找的小主人。照例是在一早的清晨，祖孙两人都已早早的起床。奶奶带着老花镜在做刺绣，自强闲着无聊在逗自家的大黑猪玩。奶奶起身喊了下自强出去干活，自强听话的给奶奶拿来拐杖，自己也换好雨鞋，跟着奶奶出了门。两人踱着缓慢步伐，
穿过快要成熟的稻田，来到自家的玉米地里，掰开玉米穗，检查了下成熟情况。奶奶负责摘，自强在一旁将已经收获的玉米杆砍去。奶奶还要将玉米的壳剥去，只留下薄薄的一层，到时候煮熟了卖起来也方便一些。这边一边忙着，自强偷偷地在角落削了一根玉米杆，塞进嘴里就嚼了起来。这种刚砍下的玉米杆子还带着一丝丝甜味，堪称农村孩子的天然甜品。要是遇到个不结玉米包的杆子，那一定会更甜。其中的道理只有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才懂了。说话的功夫，背篓已经放得满满当当，一起将砍下的玉米杆在一旁收拾好。自强自觉地替年迈的奶奶背起背篓，两人沿着田埂离开。沉重的背篓让自强没有把握到身体的重心，再加上没有留意脚下，在一声惊呼中摔到了田里。奶奶上前搀扶起他，好在他比较皮实，并没有受伤，掸去身上的灰尘，拾回掉落的玉米。正当奶奶想要来背时，自强推开他的手，还是抢了过来。毕竟自己摔倒没事，要是换成走路都要拄拐杖的奶奶可不好说了。有了这次的意外，自强也不再东张西望，小心地回到大路。来到家中，两人马不停蹄地为煮玉米做起了准备。洗好的玉米棒子整齐地码入大锅中，接了适量的水，把锅放到火塘上，一边煮着玉米，一边利用余温烤着糍粑，也算顺带解决了中午的午饭。49分钟后，锅中的玉米已经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是时候可以出锅了。放上水冷却一下才能取出。自强忍不住掰了一段尝了尝，香甜软糯，真是不错。收好了玉米，将其转移到背篓中。今天的货够重，所以他打算将背篓绑在自行车后车座上，骑着车去卖，这样也能节省不少力气。可本身车技就不怎么熟练的他，一上来就翻了车，只好将玉米捡起。还好这些玉米都还有一层壳存在，不然还得洗一次，再次绑好。这次自强要小心了一些，骑着车缓缓地向着人多的地方驶去。刚起步，路边的小伙就喊住了他，差点又摔车，万幸还是控制住了。小伙的家里人不少，整整买走了一大袋子，这也让自强骑起来轻松了一些。一路沿街又卖掉了一部分，他一边卖一边还练习着车技。一直到天色也暗了下来，他才卖完了今天的货。自强继续练了会车，回到家中，天色已是漆黑，奶奶已在门前等着他一起吃饭。几天之后，自强来到红薯地里，准备割些红薯藤回家喂猪。忙活了一阵子，他背起背篓准备回家，而当他路过一片玉米地时，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，停下来认真地辨认了一会。他循着声响走去，来到另一片红薯地前，看到几只小狗在地里咕涌着。他也很疑惑，为什么小狗会在这里？数了一下，有4只，看着还怪可怜的。望了一圈四周，也没见到它们的主人。不管那么多，先带走吧，大不了自己可以养。将4只小狗都装入背篓中，说实话，他还是有点欣喜的。毕竟哪个小孩子不喜欢小狗狗呢？4只小狗的分量可不轻，而且活泼好动的它们还一个劲往外扒拉，刚背起来又摔倒在一旁。他急忙查探起小狗有没有受伤，重新将它们放好。他也是有些爱不释手，这只摸摸那只瞧瞧，玩闹了好一阵子，他还是想到了办法，掏出压在底下的红薯藤，让小狗都沉到底下去，这样小狗就没法乱跑了。背着小狗，自强来到了大路上，不放心，他又停下来查看小狗的状况。路过的大娘也忍不住打趣他，这么厉害生了一窝小狗。而这时，一个小男孩骑着车来到了路边的番薯地里寻找了起来。原来那几只小狗就是他家的，正是他的父亲嫌家里的狗太多，丢到了地里，想让别人捡走。得知这个消息的男孩立马过来想要找回去，但他只知道听父亲说丢在了红薯地里，并不清楚在哪一片地，他只能一块地的找。还好让他在稻田旁遇到了自强，得知小狗就在背篓里的时候，他也是松了一口气，确定了就是他家的狗。自强很是配合地把狗放到了车篓里，虽然他也很喜欢，既然找到了主人，还是还给他吧。懂事的自强真是日行一善呢。
男孩回到家中就把小狗放下，加上本就在的6只小狗围起狗妈妈吃起了奶，看着花色准没错了，都是亲生的。另一头自强也是回到了家，把贝篓交给了奶奶，自己在火塘里生起了火，准备做饭，和奶奶一起将切好的红薯藤喂给了大黑猪后，两人坐在火塘前，一边做着饭一边聊着天。晚上的菜是一锅碎鱼，虽然不怎么好看，但吃起来还是很香的。其实每天能这样简简单单的过生活，在自强心中也是幸福的吧。勤劳的自强今天又进了山，他似乎在寻找着前路。这条道由于好长时间没人走，已经变得荒草丛生。既然没有了路，那便自己动手开辟一条出来。这么执着是要做什么去呢？原来他知道这里有着一片野韭菜，小水沟冲下来的有机物堆积在这里，使得其株株精壮，长势良好。今天自强就准备采摘一些拿去卖，将周遭的野草清理完，保护好这片野菜地。自强这才放下贝篓，他还是没有急着割野韭菜，而是认真地拔去其内的杂草。看样子这是要打理起来的意思，以后可以重复收割。随后他用柴刀将竹片削尖，蚊子也是最爱待在这种潮湿的水边，时不时就要拍一下赶走它们。削完竹片，这才割起了野韭菜，似乎这样做能更加保护野韭的根部。在自强耐心且专注的切割中，一束束野韭被收入贝篓。没用多少时间，整片都被他收完。自强也没有急着走，他仔细地清理着小水沟，想要让水流得更顺畅些。而后他拿出家里带来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的是一些草木灰，均匀地撒在地里，可以给野韭菜增加一些肥力。相信下次再来，付出的是一袋草木灰，得到的是茁壮成长的野韭菜。沿着山道向下走去，一路回到家中，奶奶陪着他来到小卖部前的桥沿坐下，摊开摆摊用的塑料布，拿出在家已经捆扎成熟的野韭菜，两人默默地等待顾客的上门。得益于今天的野韭菜品相非常好，而且他们也卖得不贵，路过的人看到多少都会买一些。没用多少时间就卖得只剩下一束。继续等待了一会，送他自行车的好心大哥走了过来。奶奶看到是他，本不打算收他钱，在大哥的坚持下还是收了一些，顺手递了张给自强，说是给他的零花钱。他也关心了一下自强的近况，听到一切都还好，欣慰地打招呼离开。自强快速地收好摊位，他的内心也是很感激这位大哥的，只是不懂得怎么表达的他只能挠挠头，将这份感恩放在心中，缓缓地跟随着奶奶回家。几天之后，自强快步向着玉米地深处走去，来到瓜地里，桥中一个学着大人的样子敲了敲，也不知道听出点什么没有，就换了一个试了试。他感觉这个应该不错，于是抡起拳头就想把瓜砸开，砸了好几下手都疼了，也没把瓜打破。想了想，先把西瓜摘下来，调整好位置，继续试了几下，仍然没有奈何这个铁皮瓜，于是他直接用头磕了起来，想试试到底是瓜硬还是他的头硬。很显然，再硬的瓜皮也禁不住他这样造。掰开西瓜，自强开始大快朵颐起来。啃了小半个还不过瘾，抱着大瓜又啃了几口才满足地放下。吃饱了，他开始干起今天的正事。他已经和这片瓜地的主人说好，今天从他这进些货回去卖。自强耐心地一个个挑选起来，自认为熟了的就割下藤蔓装到背篓中。这些瓜都很好，让他有些犯难，最终还是挑了个够大的。随着这个西瓜的加入，背篓眼见着已经装满，他吃力地背起背篓，这可不是一些野菜那么轻了，足足有几十斤重。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自家玉米地前，奶奶正在收着成熟的豇豆。自强过来喊了一声，放下背篓，和奶奶一起摘了起来。一起摘够了今天的分量，奶奶分走他的一个西瓜，为他减轻点重量。回到村子，他们直接来到了小卖部前，放下各自的东西。自强借来了小卖部的秤，帮忙一起将货物摆好。一边休息一边等着顾客上门。
和奶奶相熟的老朋友买走了2个瓜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摊位前也热闹了起来，大家你一样我一样的挑选着。瓜是卖的差不多了，豇豆还留得有点多，继续卖了一阵子，直到把瓜卖完。时间已是不早，还剩下3捆豆角，也不打算继续再卖了，装进背篓拿回家自己吃吧。又是平淡却充实的一天，相信在祖孙2人的努力下，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自强跟着老奶奶生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他的头发也在不知不觉中这么长了。今天他安稳地坐在凳子上，身上围着平时摆摊用的塑料布，任由奶奶在头上施围。奶奶拿着一把剪刀和梳子，在咔咔声中一点点将头发剪去。很快，自强重新变成了一个帅小伙。不得不说，奶奶的手艺还是可以的，整个人也显得清爽不少。一起收拾完东西，自强就背起背篓往外走去，顶着大太阳，一路来到荒野之中。今天他还没有什么计划，只是想来碰碰运气，看能找得到点什么。往里走去，打量了下竹林，地上一堆的笋衣，表明着这里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。掰下唯一的一根竹笋，自强蹲在水潭边，一层层地包着笋衣。突然他眼前一亮，看到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小心地摸上前去，这才看清是一条大鱼躲在水里。也许是早些天发大水游进了这个小水潭，现在水已经退去，被困在了这里。刚想抓，鱼儿警觉地跑向另一边，虽然这里的水不深，但还是给了他闪转腾挪的空间。连续扑了好几次都是2手空空，浑浊起来的水也令自强难以察觉鱼儿的踪迹，也得益于这个水潭并不大，在瞎摸了一阵后，再次找到了鱼儿的位置。好几次都是抓到了又从手中溜走，最后还是靠着瞎摸大法成功抓住了这条大鲫鱼，教育了一番这条不听话的鲫鱼，放入背篓中。有了这条收获，自强看了眼与之相连的水潭，心里想着那边也绝对有货。曾经的小甜甜竹笋，如今已经成了牛夫人，被他丢弃在一旁。带上家伙时，快步地来到另一个水潭，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这不看还好，一看吓一跳。只见水边有一个看上去很深的洞口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不得不说，他的胆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大，直接就将手伸了进去。不知道是碰到了什么东西，惊得他直接坐到了水里。再次试探了下，还是拿柴刀进去探探路比较保险，小心地撬起里面的东西，这才看清是一条硕大的鲶鱼，瞪着个小眼睛，害怕地缩在里面不敢出来。自强也是有些谨慎，毕竟这种鲶鱼力大无穷，而且在那一动不动也怪吓人的。自强本想将它拉出来一点再抓，但没控制好，让鲶鱼溜走了。他着急地在水里摸着，后悔刚才没有早点果断抓住机会。好在还是再次找到了鲶鱼的躲藏之地，一下抓住了鱼尾巴。可惜鲶鱼滑不溜秋，根本抓不住，又是在水潭里和鲶鱼大战了300回合。也许是他在这好几天没有吃到食物，又或许是累了，实在跑不动了，最终是被自强顺利拿下，赏了他几下拳头，开心地收入囊中，背起背篓。趁着天色尚早，他沿着水道细细地寻找起来。你还别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又让他看到一条，3两下将其抓住。有了这些收获，相信回到家又是一顿丰盛的大餐。几天之后，自强来到了小河边，他见到了上次被他救过的小男孩。经过之前的事情，2人也算是朋友了。这回见到他带着个潜水镜，手里捏着个大家伙，原来他也在这抓螃蟹。商量了一番，2人决定一起抓。自强拿出带来的网兜，将小男孩的螃蟹收了进去，这样也好让他腾出手来继续抓捕。男孩想了想，将潜水镜递给了自强。2人盯着水底，像是发现了目标，拉扯出来果然是只大螃蟹，美滋滋地装进网兜，还不忘用石块压住袋口，防止螃蟹逃跑。自强潜入水中寻找，男孩有了上次落水的教训，也有点不敢去水深的地方了，索性沿着河岸寻找起来。这边他刚抓到一只，自强也从水里探了出来，真是好事成双啊！换了个位置，一人在水里，一人在岸边，2个人抓的那是相当效率。
在岸边随便摸上2下就是一只。自强偶尔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，这不被钳得叫出了声，换了只手，还是将这只顽强的河蟹掏了出来。正当自强在水里抓得起劲的时候，男孩坐在一旁看着，不料大腿被钳了一下，疼得他哇哇的叫。自强赶忙上来帮忙，好在只是钳住了大腿，要是再往上一点，那画面太美，我不敢想。看见他没事了，自强取笑了他2句。男孩之间的友谊总是这么奇妙，往往都是从互损开始的。2人继续你一只我一只的抓着，实在是太快乐了。自从自强不用再过流浪的生活，也逐渐恢复了小孩子该有的活泼和快乐。就这样抓了满满一袋，眼见着天色已是不早，他们决定带着今天的收获离开。可刚走了没2步，又让自强在水边捡到一只，这真的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了。拿回男孩带来的网，这回正儿八经的是心满意足的踏上归途。2人兴高采烈地来到街上，正喜滋滋地想着待会回家吃螃蟹。路边的男人看到背篓里的东西，叫住了他们，谈好价格。男人回到家中，拿了个塑料袋，挑选了一些，爽快地付了钱给自强。这时骑着摩托路过的大姐看到这些螃蟹也是有些眼馋，买了4只带走。自强一边走一边数着钱。小男孩好像突然想起来自己家似乎在另一边，告诉自强他要回家了。自强卸下背篓，把小男孩的东西都还给了他，想了想，把钱放在了地上，拿出剩余的螃蟹，都是一起抓来的，那就平分了吧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自强每分1只都要比较一下大小，确定差不多大才会分给对方，分到最后还多出来1只。自强虽然和小男孩一样大，但多年的孤儿生涯让他成熟了许多，想也没想就把这最后1只螃蟹给了小男孩，卖来的钱也是2人平分。2人道了个别，各自返回家中。一回到家，自强就兴奋地和奶奶说起了今天的收获，顺手就将钱交给了他，拿出螃蟹和奶奶炫耀起来。有着这样懂事又能干的孙子，谁看了不喜欢呢？从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男孩，他靠着和奶奶一起制作的捕鱼神器，在小溪里抓到了好多鱼，直接实现了吃鱼自由。今天天刚蒙蒙亮，自强已经带着柴刀来到了山里，爬上崎岖的山道。他来到一片茂密的竹林旁，挑选了一棵修长笔直的竹荇，就开始对它下手。虽然他力气小，但只要砍的次数足够多，还是顺利将其拿下。接着他挥起柴刀，将竹节上的枝丫砍去，只留下一根光秃秃的竹竿。这是要拿来做什么呢？原来昨晚奶奶就答应他给他做捕鱼篓，满是期待的他一大早就来砍竹子了，扛着竹竿走出郁郁葱葱的丛林，一路来到家中，在奶奶的帮助下将竹竿拿到了里屋。奶奶接过竹子，就将竹竿沿着竹节砍成了几节，削去竹子身上仅留的棱角。接下来就要好好的规划一下了。略作思考，他喊自强拿来木墩子，将一头细细的修理平整，而后奶奶将竹竿一头顶在桌腿上，沿着端口均匀地开出口子。完成了分割后，直接一刀劈成2半。自强在一边看着奶奶分竹子的手法，觉得挺好玩的，自己也拿来柴刀，学着奶奶的样子将竹片劈开。和自强不同，奶奶明显经验丰富，麻利地再次将竹片一分为2，每一片竹篾都要用刀刮一遍，防止自己被锋利的边缘划伤。整理好所有竹篾，奶奶重新选择了一根竹竿，这次她没有一劈到底，而是留了一点，让它们依然连接在一起，像极了一把超大号竹筅。而接下来才是让它成为捕鱼神器的关键。只见奶奶将竹篾穿插进竹片之间，将底部撑开，形成一个平状的篓子。随着奶奶耐心的编织，很快2个大竹篓出现在我们眼前。而这还不是最终成品，还需要编织一个与之对应的收口，才能让鱼儿进来就别想再出去。自强好奇地伸进手试了试，果不其然被卡在了里面。拿出手，他也对这个东西非常满意，就看拿他今天能抓多少鱼了。自强不由得期待了起来，
于是他背着一个肩上扛着一个，就来到了河边。这里有着一道别人早就拦好的半月形水坝，正好便宜了自强。也许正是因为早些天看到这个水坝的存在，才求奶奶制作了这2个鱼篓吧。思索了一番，他放下背篓，来到了河滩之中。正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必要的准备工作还是不能少的。自强捡起水底的石头，抛到水坝上，一点点将其垒高，只欲留出左右2个大的出水口。为了能让鱼儿更好的自投罗网，适当的改造了下河床，使水流更加顺畅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自强把鱼篓按在了水中，上方用石块压紧的同时，他去岸边采了一些树叶，同样压在了鱼篓上。而后他拿着第2个鱼篓和树枝，来到了另一个出水口处，相同的方法将鱼篓安装好。自强背着背篓，挑了块阴凉的树荫地下，舒舒服服地休息起来。时间来到几个小时以后，自强在树荫底下美美地睡了一觉。醒来观察了下时间，他赶紧查看起了收获，提上来一看，这难道就是欧皇附体？运气直接爆棚，全部掏出来，整整5条大鲫鱼。得益于这个鱼篓编得并不密集，小鱼都可以从缝隙处溜走，能留下来的一定是大鱼。放好这些鱼，自强来到第2处投放点，捞出鱼篓，这真是发达了。里面同样有着不少鱼，清点了下今天的收获。自强将2个鱼篓抛入水中，让它们回归大自然。他觉得2个鱼篓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，下次再用可以编2个新的。回到家中，奶奶已经在烧着火。自强给奶奶看了看今天收获，2人商量着晚上煮一些来吃。奶奶将鱼杀好，挑了2条放入油锅中，剩余的放入冰箱中以后再吃。可惜了这2条鲜嫩的鲫鱼，没有得到大中华的烹饪技巧加持，只是简单的炸了一下。可就算这样，配上米饭，2人同样吃得津津有味。时间来到几天之后，自强和奶奶坐在一起唠着家常。看似平淡的一天，实则小院背后摸进来一个不速之客。看这身打扮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他鬼鬼祟祟地观察了一下，确定里屋没有人后，他悄悄地摸了进来，在没有惊动自强和奶奶的情况下，来到了柜子前，打开衣柜就开始翻找之前的东西。一阵翻找过后，在奶奶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她的钱包，取出钱塞入自己的口袋，小偷就想要溜走。这时自强正好往这边看了一眼，发现了他。自强连忙招呼奶奶，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个小偷，立马就追了上去。小偷见势不妙，把钱撒在了地上，想让自强不要再追。自强可不管这些，追到后院，2人扭打在一起。自强哪里是男人的对手，一把就把他推到一边，顺着墙角逃之夭夭。眼见着追不上了，自己的拖鞋还坏了。这时奶奶才姗姗来迟，奶奶心疼地问自强有没有受伤。自强摇摇头，表示没事，只是陪伴了他许久的拖鞋裂了个大口子。2人一起拾起地上的钱，来到床上数了数，还好1分没少。很难想象，如果自强不在家，凭着奶奶的速度，就算发现了，也让小毛贼带着钱跑掉了。欣喜于这些钱失而复得，也为了奖励自强的勇敢，奶奶决定杀只鸡来庆祝一下。自强点着火，先烧起水，而后在后院逮了只大母鸡。2人好一阵忙活，大母鸡转瞬即逝，再见到它已经变成了香喷喷的鸡块。奶奶将最大的鸡腿夹给了自强，自强谦让地塞到了奶奶的碗里。奶奶只是吃掉了边上的鸡皮，又将鸡腿递给了自强。2人虽然不是亲祖孙，但之间的恭谦友爱已经溢满了屏幕。吃过饭，自强收拾完碗筷，懂事地给奶奶按摩起来。也许正是这一份相互依靠，才让这一老一少走到了一起生活。日子过得虽然不是很富裕，但这份安全感是别的东西所不能取代得了的。